Hello，大家好，今天是2月1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压力位滞涨，这里短线要小心，有可能要二次回踩，降低仓位，防范风险。特斯拉关键时刻第一位能够反弹5连阳吗？如果形成，这里的底部将特别可靠。英伟达还在震荡，大方向可能要年后才会选择。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9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最为关键的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目前大的方向如何去分辨，不管是从日内短线还是日线趋势上，我们都要对目前市场的环境方向有一定的看法，才能够进行更好的个股的交易和选择。而在了解了市场的指数方向之后，那么我们再来到第二和第三部分，阿哲会讲到有关个股的解析。那么我们还是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以及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么希望呢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依旧有一个温馨提醒要告知您。您会发现我们第二和第三部分呢会有比较多的个股标的，所以阿哲平时会有很多时间呢会花在不同的个股的分析上，那么视频时长会偏长。但是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股票您都感兴趣，所以也把每一只个股的时间都标记好了段落。您如果需要跳过，那么可以选择对应的段落，快速跳转到您最想要观看的那一只股票上的分析。那么希望这个设置能够节约您的部分时间。那么阿哲唯一的建议是，第一部分千万不要错过。第一部分呢是本视频当中最关键最精华的内容，只有看懂指数方向才能够去做好个股交易。那么首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看到之前的一个观点回顾。目前的市场呢存在一些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以及特殊的格局。那么关于背离的一个支持点，阿哲就不再讲解了。目前的市场两指数顶背离依旧存在，所以市场的风险呢依旧存在。而我们会发现的是，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在23400和23000这个之中在一个震荡。那么这是两个重要的价格。23400是之前的关键支撑，但是呢被下跌反弹确认跌破之后，目前将转为一个很重要的压力位。那么这个压力位将是本次反弹的首要一个目标，而它呢也是很难被突破的，这是阿哲呢之前在初次反弹时就有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点位。我们需要谨防一个动作，就是市场呢无法去突破23400，而后去跌破23000这个动作，那么就说明23000也被有效跌破，那么后续的空间上那么将会被收窄，后续的反弹23000将是一个压力。而如果它把左侧低点再次二次回踩没能够撑住而是跌破，那么空间上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下跌趋势的形成，那么后续将更容易走出大级别的一个调整，那么前期的高点将更难以去突破，那么顶背离也更难以去修复。所以目前呢我们需要关注后续能不能站上23400，这是阿哲认为一个低概率事件。所以在越靠近23400的过程当中，我们越要小心它的收阴线滞涨的动作，这是之前我们每一期直播和视频当中都不断提及的。越靠近23400，那么越要注意这附近的滞涨信号。那么现在呢，在两根相对的长阳之后出现了2天的滞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减仓的一个信号。不管后面是涨是跌，目前应该减仓保住之前的短线反弹利润，以及呢规避一些后续可能的二次回踩的风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日内的一个变盘点。那么通过日内变盘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多头是否走弱。那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比较熟悉了。阿哲呢讲这个日内变盘讲了应该也有2-3个月了。如果是新同学，那么可以认真听阿哲讲解一下。日内变盘点呢是阿哲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写在盘前广播的其中一部分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看到最近2月10号盘前和2月11号盘前的变盘时间，他们总共2天有5个日内变盘点。盘中美股时间11点的时候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低点？那么这是一个变盘低点。而股价上涨回调，在12点30分的时候出现了低点变盘，又是一个小反弹。那么股价跌到凌晨3点的时候，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小反弹？不管是11点、12点30还是凌晨3点，那么都是低点变盘。这是在2月10号盘中的时候它的一个表现。
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时间呢是香港时间啊。如果您跟阿哲的时区不是同一个时区，那么记得换算一下您当时的一个时间。然后大家要注意的是，变盘点如果是高点变盘，注意它的下跌力度；如果是低点变盘，注意它的一个上涨力度。在2月11号的时候有2个变盘点，也就是说是昨天，一个呢是11点30，那么这是一波当边下跌之后产生的，所以大概率呢是一个低点变盘。那么这一波反弹到什么时候呢？大概是3、4点的时候，所以凌晨3点啊是一个高点变盘，这就是一个变盘点在图中的一个表现。你会发现呢，在变盘点前后容易市场产生高低点，所以它对于日内短线交易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而如果您是做日线交易的，它也可以让您在分时想要去买股票和卖股票时，尽可能买在一些低点区间，或者说卖在一些高点区间啊。所以这是我们平时15分钟图表当中日内变盘点的一个使用的技巧，或者说它的一个作用。那么当下我们要关注一个事情，就是高点变盘后的下跌和低点变盘后的上涨，它们的力度有所反向，有所反转。像曾经呢，之前这个高点变盘是吧，股价呢只是一个震荡，略微的回落，而后低点变盘之后，市场是快速单边的加速，这种变盘动作就说明市场的多头还是一个强劲的。而当你发现，当市场出现高点变盘之后，下跌力度比较强，而低点变盘之后高点无法创新高，它只是反弹。而每一次的低点变盘，它的力度都在变弱，甚至呢都无法变成有效的短时间的低点，那么就说明多头的力量呢是一次一次的在走弱的。每到一个变盘低点，反弹力度是在变弱，而下跌更强。那包括在昨天出现的变盘低点，是不是也同样的无法去创新高啊？依旧是下跌反弹。那么出现3点变盘的时候，我们就要预期了，这一波下跌应该会比之前的高点变盘要强一些。如果这个3点之后的下跌是直接在下一个变盘点之前破了前期低点的，那么就说明趋势基本上确认啊是反向的了。而假如没有，那么就说明这里可能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啊，我们要继续观察。那么阿哲再说一下今天最新的第一个变盘点22点45分，也就是说是在美股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香港时间是10点45，那么美东时间呢是9点45，那么这一点大家可以记住，这是今天第一个变盘点。那么关于其余的变盘，阿哲在录制视频之后会去进行一个计算，而后写在今天的盘前广播当中，大家只要订阅了阿哲，那么后续呢跟助教去领取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今天在变盘点之前，比如说今天的市场是低开的，那么第一根 K 线大概率呢将是一个变盘低点，那么低点之后，那么是不是日内的交易者就可以关注这附近的一些做多机会？那假如今天的市场是高开或者说是上涨的，那么第一根15分钟 K 线收涨，那么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是一个高点变盘就有可能要小心一下这附近的风险，特别高点变盘不创左边高点时，那么风险会更大。当然这一切的变盘时间呢，我们是需要结合市场当中到时候具体的行情走势去加以研判，这个时间点只是提前告诉我们到那个时间要注意一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之前观点的回顾和15分钟图表最新的变盘点的一个观察。希望以上的这2个部分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也希望大家依旧为阿哲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而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前提下，您也可以动动您的小手指，在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那么后续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同时您只要把这个铃铛全部打开，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次的行情观点都会在发布之后，您会最及时的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会以弹窗的方式告诉您阿哲更新了，就不会错过每一期阿哲的视频了。同时您只要点了订阅，成为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美股盘前的一个行情广播了。特别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那么您可以点击找到助教，那么跟助教老师说您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需要今天的美股盘前，他会告诉您后续怎么去领取我们美股盘前的广播。只要美股开盘，那么阿哲基本都会去写这个盘前广播，也希望这一个盘前广播能够对您起到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我们讲一下日线的趋势分析。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图表当中阿哲是调取了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叫做山海趋势图，这个指标同时也是阿哲呢给到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另外的一重福利吧。只要您订阅了阿哲，除了盘前广播之外，那么这个指标您也可以去体验使用。这个指标的表现方式比较多所以大家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那么阿哲讲一些
比较简单的使用方式。首先，它可以让你去分辨目前的趋势。当下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它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中短线的空头，因为它的飘带如果是紫色飘带，说明目前是中短线看多为主，而如果转为黄色，说明中短线看空为主，并且飘带附近是产生支撑和压力位的效果。比如说价格如果是紫飘带，那么股价回调应该去找买点，股价回调找买点是上升趋势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如果是个黄色飘带，就说明股价下跌时，你的任何一个上涨就只能先看反弹，因为它是一个空头趋势，并且反弹到飘带附近，你要找的是卖点，而不是加仓点。所以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行情走到这里，其实你再去想加仓有点晚，之前不抄底，现在想要去加仓，其实呢是容易追高的。所以在这个飘带附近产生滞档行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件。目前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顶分影产生，所以它有风险，但右侧还没确认，所以当前的减仓策略是左侧的。而价格走势我们要注意这个飘带的2个压力位，一个呢是它的下沿，一个是它的上沿，这2个数值在左上角可以看到。那么游龙线是 23,265.14， 那么伏5线是 23,443.15， 对应的是这上下沿的压力位。价格走势如果产生黄色带之后，我们就定义它是下跌趋势，那么下跌趋势只能做反弹，那何时可能会产生反转呢？我们之前有举过一个案例，那么也是近些年来是吧，这一波比较强势的下跌，当时也是产生了一个很长时间黄色飘带稳定的下跌结构。那么这种结构之下，任何上涨以反弹看待，而如果能够反弹到飘带，说明这波反弹呢是本级别的一个正常反弹。而这种反弹只要再次跌破飘带，就是它进入飘带跌破飘带，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当然如果它到飘带附近呢出现引线或滞涨，那么这呢左侧也是要去减仓的，因为它不是每一次都会让你刚刚好在这附近缓跌让你去卖出，所以有时候可能下跌趋势下它可能会有一个暴跌，那你可能再卖就比较晚所以左右侧需要去结合。只要到飘带附近有滞涨有收阴，那么其实就可以减仓。所以每次只要是反弹到飘带附近有滞涨有收阴是吧，就要规避它的2次回踩2次探底。那有时候可能是2次探底不创新低能够走反转，那很多时候呢可能还会再破低点是吧，所以下跌趋势一定要小心做多。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更能够乐观看待后续的行情走势呢？它得要突破这个飘带，就突破飘带而后能够每次回调时不破飘带，这就是一个上升趋势。这也是当时这一波下跌趋势后反转的一个态势。只要它还是一个黄色的飘带，那么当下呢就依旧只是看一个反弹，不要随意的认为这里能够去加仓，哪怕它这里后续还能够上涨又如何？只要它是个黄色飘带，就只能看反弹，最多就是找更高的减仓时刻。它只有去突破了飘带，股价回踩转紫飘带，我们后续才能够不断的去看波段上涨否则这个地方依旧是偏空的，空方空头。那么很多时候它就是低点容易创新低，高点不容易创新高，这是一个趋势行情的正常格局。所以当下如果是转为空头趋势那么黄色飘带下之前的这个高点是很难去过的，那么前期的这个低点是很容易被跌破的所以这是一个当前的格局，我们要去明白。那么你的操作就尽可能以短线多头，并且一旦市场滞涨要有所获利兑现，而不要持有太久。那么以上就是对于我们观点回顾日内变盘点和日线趋势分析的一个大体的讲解，希望对于市场环境你能够有所了解。当然这些内容因为我们有短线有日内有波段所以整体有一些可能跟之前是没有太多变化的。那么阿成目前的观点也还是只是看反弹，23400站稳之前这个地方依旧是有很大的风险，它必须得要站稳23400是吧，站稳不要再跌破，那么这个地方才更有希望形成我们刚刚所讲的日线紫飘带回踩后的买点。而在此之前是吧，风险为主，那么这个地方是有可能复刻我们在上一年年初的下跌走势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讲到个股解析环节，不过在此之前阿哲需要再强调一点，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您就能够获取3重福利。这3重福利分别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以及呢第2重福利盘前阿哲所写的美股盘前广播里面的点位预测、时间预测的一些内容，您可以在盘前去得知去阅读。
第三重福利呢是进阶知识内容，一些内部的直播、内部视频、内部回放，这也是对于我们订阅粉丝同学能够去进行学习的啊。所以这三重福利都很重要，大家在订阅阿哲之后，记得找助教老师去领取，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点击后就可以找到助教。然后因为我们目前是临近春节，那么阿哲呢也有发起一个春节加油站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如果您是有时间是愿意去多投入时间在学习上，在技术分析的研究上，那么它对您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的。阿哲也比较提倡，就大家呢尽可能在技术分析上多花点时间，是吧？多学学。那么只要在春节期间2月9号到2月22号这期间，您呢能够参与我们的内部的一些课程，或者说一些视频的学习，而后完成其中特定的作业。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本身可能是1周体验权限，那么您是可以延长时间，2月9号、2月22号这期间都可以使用。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您记得这个活动期间呢，您可以更长时间使用这个上海趋势图，但前提您必须得是一位爱学习的同学，你要把作业把对应的口令要每天交给我们的助教老师才行。而如果您没有时间学习，那么您可以按照我们日常的一个正常福利跟助教老师去领取。在我们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评论区当中置顶评论，阿哲也把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发送到了评论当中，大家点击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这两种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此，阿哲呢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以及订阅支持。希望您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就能够立刻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技术分析的学习上。也希望在订阅之后，阿哲也能够立刻对您产生帮助，感谢您的支持。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我们将讲到3只标的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呢目前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它从低位一根假阳线反弹到现在，已经构成了5根阳线。那么这5根阳线呢，有4根是真实上涨，有1根呢是下跌的。所以这5连阳它其实算是形成了，但不算是很标准。所以如果今天能够再走出一根上涨的阳线，那么就会构成低位连续上涨的真实的5根阳线。那这5连阳它的效果呢会更好。当然它当下所产生的这5阳线我们已经可以有所使用。那这5根阳线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其实我们之前讲过，5连阳的形成它已经代表一种强力的资金看涨行为。那么5连阴的形成将会构成强烈的看跌行为。像我们之前是不是刚出现5根阴线时，当时我们有强调这5根阴线非同寻常，它是技术面上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信号，特别这个5连阴还在之前前高附近产生，所以后续下跌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是吧？所以这5连阴呢在高位震荡产生之后出现了这一波下跌。好，那么现在低位有5连阳，其实这5连阳是有很大概率能够终结之前5连阴所产生的下跌的。好，那这5连阳已经初步形成，只是说有一根真实上涨阳线会更好。好，那么这5连阳之前其实也有产生过，而且不止一次。那么最临近的一次呢，就是前面这一波中期调整先震荡而后再加速下跌。那么后续终结这波下跌也是通过5根阳线，这5根阳线呢也有1根假阳线有4根真阳线，是吧？所以这里也不是很标准，但也能够用，你会发现也有效果，是吧？所以这5根阳线产生之后，终结之前的下跌产生新的一波上涨。所以这5根阳线的产生呢，我们对于之前所定义的这附近的中期底部，阿哲认为已经是非常的确认它是有效的。所以特斯拉这个地方每一次后续的下跌回调，那么都要关注它的一个买入机会，这是阿哲目前的一个看法。不过从短线来看还是要注意，因为短线指数出现了滞涨，而关键压力位不能突破，所以特斯拉在这种状况之下就要看它能不能够走出独立行情。而当下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压力位是之前呢被下跌反弹破位过的所以这里是被确认过有效跌破的一个支撑转压力的地方，而这附近又刚好出现了我们的长上影线、10日星三阳小顶，所以这里出现回调的一个概率是极大的。所以特斯拉如果做左侧短线的，之前抄底成功的，你也应该去做左侧高抛止盈了。那么如果你说就是右侧，那么如果你是想右侧一点，就可以把最新的这一根10日星后看一下会不会收阴线，收阴线你再卖也是可以的。那比较强势的一个动作就是这里可能会震荡调整，但是它如果跟前面这里一样，就5根阳线之后它的最后一根阳线都没有被跌破，直接启动，这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这最后一根阳线它都无法被跌破，而能够继续
震荡之后再上涨，是吧？同时突破这个压力位，那么回踩这种地方的买点会更好所以当下特斯拉慢慢的在走好，只是短线面临一个压力位，而后指数环境也一般般，所以它有可能被影响被拖累，那么就看它回调的力度。如果指数回调而后它整体只是震荡，那么后续继续关注它的二次启动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趋势层面。当前呢，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次回踩是不是通过高位5连阴而后回调到了龙门线附近。刚才我们说过，这个飘带代表中短线的一个多头和空头，那么如果市场出现了一个中短线转空，那么正常从高到低它的一个目标位，它往往是一个龙门线附近。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讲过不下10次了，就是首先如果是远离了龙门线，那么它的中短线是有可能面临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呢是中期以上，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龙门线一半的乖离位置会有一个支撑，如果这个支撑只是反弹，那么后续将会是完整修复龙门线就将要完全的回踩龙门线。如果回踩龙门线之后，你发现它依旧不能转为上升波段，而是破龙门线，那么就说明这个趋势从中短线、中长线都有可能走坏。所以当前特斯拉来到了一个中期以上的支撑位附近，而后产生强力的反弹，那么当下我们可以看好它这里有可能发现中期以上的上升波段，但如果要发生中长线以上的转势，它一定的中短线会去转所以这里肯定你要关注这个中短线是否能够被突破。像之前反弹一下就跌就新低，反弹一下就新低，这是不太好的，所以这一波反弹最好不要新低，亦或者是反弹直接破飘带回踩支撑，是吧？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附近也是个压力位这种就最好所以当下关注一个支撑，就是哪怕二次回踩深一点，不要破龙门线，龙门线在 395.336， 而后是飘带，飘带的两个价位是 422.474 和 432.576关注这些空间价位，最好能够直接破飘带，回踩不破支撑再找加仓点。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它在连续的大跌之后出现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它已经跌破了龙门线。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龙门线往下调第一个就是调一半跟龙门线的乖离的一半，一个就是要调到龙门线了。好，如果调到龙门线，它走的波段并没有说重新回归新高上升波段而是出现了下跌反弹再破飘带，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它这个龙门线将由支撑转压力，而后中短线呢由上升将转下跌，它只缺反抽确认一下而已当下呢这种反抽力度是比较弱的，整体是白玉 K 线，说明超跌，但一直没有白玉消失和反包阳出现，所以指数这波反弹它并没有参与，所以它目前短线入为指数。整体来讲市场可能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它的反弹哪怕出现了反包，这里再出现买点就偏弱了，因为晚于指数出现的买点，整体来讲就容易是诱多，或者说除了小概率可能补涨之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走弱的表现。所以亚马逊呢就整体作为关注它能不能超跌反弹，它空间是有的，但整体它的力度太弱了所以资金上呢不是很活跃，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要随便去做它的短线的看涨了。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有关于英伟达的分析。目前我们看到英伟达的一个走势，英伟达还是处于之前我们所画的这个支撑压力附近出现了一个滞涨它呢一来到这附近，不管之前涨得多快多强，它只要在这附近出现滞涨你就小心了，你就应该高抛了，是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一定会跌，但是过往经验告诉我们，在这附近所产生的滞涨行为后续破位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何况它这一次都没涨上去所以这个地方它虽然前面两根阳线很强，但是到了这个支撑压力附近它还是左侧左高附近的压力，那么没有过去之前呢收了两根阴线，我觉得减仓是起码对于这个压力的尊重和对于历史行情的尊重。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假阴线之前我们说过这种叫绝世假阴，就是它是放量的曾经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根绝世假阴，就放量的假阴线价格产生绝世假阴之后我们去减仓，而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动作形成，就是可以继续看涨的一个动作，就是有一根阳线能够在这一根绝世假阴它的一个开盘价之上收盘这根阳线最好是实体比较长的阳线，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这个支撑有一个突破的可能性，因为绝世假阴线它的方向选择如果再次向上，是吧？我们就可以说左边阴线它这个高点要去被挑战了，所以最好如果你之前短线做多的到这里可以减仓，
而后这个地方收一根阳线，就继续看涨，看下一个压力位。如果这里收一根阴线，把昨天这根假阴线的收盘价给跌破，那么直接全部短线仓位都可以止盈，都可以卖掉。而后我们再看到它的趋势层面，目前我们来看到英伟达英伟达它其实也是一个高位回落到龙门线附近产生止跌蓝色 K 线，然后反弹。那么这波反弹其实很强势，但是反弹之后是不是也是到了就是压力区间附近嘛？所以这里自涨减仓。而后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我们说过，如果收阴线跌破这一个假阴线的话，就最好是全走。好，全部离开之后，下一步怎么看呢？如果它不收阳收阴，好，那么短线止盈之后，看下面的这个飘带，就是正常它如果是维持震荡，它可能还要回到龙门线。好，那么如果要走强呢，就回龙门线可能还有一个反弹机会，但这种其实还是偏震荡，就不算很强。那如果要走强，它下跌之后要走强，就最好是这个飘带它不跌破，而转为指示带支撑止跌上涨，那么你可以重新看涨。那么这种看涨点的机会呢，虽然比之前这里高一点，但它的趋势性会更好一些，更容易呢是一些趋势的加仓点。好，所以飘带附近的支撑要关注185.544这附近如果能够回踩止跌启动阳线，一样也可以构成买点，这是我们后续要去持续观察的。那么以上是关于我们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次标的是谷歌。当前我们看到谷歌的一个图表，谷歌呢算是预期当中出现了继续的一个下跌，因为之前我们说这个飘带就一旦市场它沿着一个飘带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它离龙门线越来越远，而后它一次都没有修理过一半的乖离，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很容易在高位出现这种修复的。所以只要一波趋势刚开始反转时，你要把握好，就刚开始在龙门线和飘带附近的趋势你要把握好，而上涨你是可以加仓推高仓位，但是如果你发现它多次加速，而后一次中期回调都没发生时，这种情况下就要小心了，它很有可能在某次走弱的时候去发生。所以这个地方它有可能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回调，就是龙门线一半就看一下高点到龙门线一半的区间。那么龙门线目前大概是在251附近所以最高点是350，就这两者之间中间大概我们瞄一下，是吧？差不多其实就是这个低点附近这之下，它至少是第一个修复乖离的空间所以你在这种回调的时候就不太好呢去随便去找回调买进了。就你哪怕这种区间去回调买入也行，但是尽可能以短线去看，是吧？你就做一波就尽可能就跑了，做一波就跑了。而当下呢，就产生了一个钱袋子，就钱袋子产生时要有仿包阳去配合，就不能够直接买。在上海趋势图当中，这种钱袋子叫做聚宝 K 线，就一旦产生，如果有蓝 K 就最好，就出现之后一定要仿包，就一定要突破它的高点，不突破不要买突破了才买。好，所以只有突破才能够买，不突破这个地方就还看下跌，就还没有止跌所以当下就看一下有没有仿包，没有仿包继续往下看空间。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就是依旧的黄色飘带然后龙门线在之上，所以它是一个中期以上都是偏空头。那么偏空头的行情我们就不要抱有太多的超大底的一个希望，因为概率性的会比较低一点。所以每次股价下跌如果是黄飘带就都以反弹来去看待就可能某一次你会错过一波反转的底部，但是只要是反转它后面肯定会有给你加仓机会的。所以只要是反弹，那么你就注意了，到黄飘带附近应该去卖股票。当下也是一样，就甲骨文到了黄飘带，而后10日新后收跌，是吧？那么这根 K 线它还是个关头阴线，就是它的最高价和开盘价是一样的，关头阴线产生，那直接呢就依旧是卖股票了，是吧？所以黄飘带有压力，关头阴减仓卖股票。而这根 K 线如果能产生仿包阳线，就继续看涨，但是因为是黄飘带，所以这种买点呢一般般它也是相对的火中取栗般的去博弈短线上涨而已。看一下飘带的一个压力位首先游龙线它的下沿161.254，上沿176.925关注这两个价位。我们再看到 MSTR 格局是一样的， MSTR 也是黄飘带。就如果您手中的股票打开一看黄飘带，那基本上呢只能先看反弹，是吧？哪怕偶尔有出现强力反弹的飘带转为紫色，你看一下回踩能不能不破的，回踩跌破无法强力启动，是吧？后续又转黄飘带，是不是还得跌？而且可能还是加速跌。所以当下呢就黄飘带反弹，那么就是压力，那压力走出2根阴线，是不是要小心就哪怕能够涨，那我们可能后续也是反弹的另外的一些利润了，是吧？前面低位能够抄底成功，是吧？在这附近
你去做一个短线获利，对于黄飘带来讲足够了，是吧？哪怕真的能突破啊，回踩我再找机会呗，那时候就做顺势，空间会更大，是吧？现在呢就相对来讲是一个超跌反弹。好，所以这个下方的一个压力是 140.226， 只是 MSTR 呢你关注一下它的周线，这周线呢在龙门线附近，而周线呢是不断的白 K 啊，所以这种地方白 K 前带子都有，它有可能是在龙门线附近挖一个坑啊，有可能是散户坑，但这种结构一般会久一点啊，所以在日线上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明确反转信号之前，就整体仓位肯定是不能放重的，每天每次都只是看反弹为主。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微软微软啊也还是一个黄色的飘带，所以很多同学呢经常会想抄底微软，是吧？可能跌不多的时候，因为奇遇头嘛，是吧？大跌大家都认为是机会，但是如果是黄飘带，哪怕是奇遇头啊，你也不要轻易抄底，是吧？你也知道，就哪怕是奇遇头，它只要是黄飘带，就中短线就还是以风险为主，是吧？整体来讲就没有什么好去考虑的，就不管它的基本面怎么变化，是吧？它只要是黄飘带，只要是170之下啊，不管怎么涨都只是反弹啊，在飘带附近出现阴线啊，就还是相对看风险。当然呢，因为它有一个运线白 K， 所以这里是个支撑，这里出现反复啊、反弹、延续啊，也很正常。但是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做趋势的点，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哪怕再止跌，也就在看短线，是吧？下沿是多少呢？是 427.287。所以您拿到上海趋势图之后，首先看一下您的股票是什么飘带，龙门线是在它之上还是之下，再去关注有白 K 还是蓝 K 或者说黄 K， 黄 K 就小心风险，白 K 蓝 K 就注意机会。如果您还没有去激活上海趋势图啊，可以跟朱老师啊去激活一下，右上角弹窗小卡片，点击之后找到助教啊，跟他去激活一下这个上海趋势图的指标，去关注您手中个股它的整体表现。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VGO 博通，博通的话呢就在飘带啊和这个龙门线附近，所以它有可能是一种底部的行情结构机会。当中底部行情结构机会是需要走出来我们去发现的，就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好，能够让你刚好买到最低点。所以我们一般不去追求这种龙门线附近的最低点，就跌到这里你可能以为这里就是最低点了，但可能后面还会有更低点。所以我们更好的就是龙门线啊，确实在这附近了，可能位置比较低了，中期以上可以关注了，但最好你还是等它转为一个我黄色飘带，而后股价有2次回踩不破啊，或者说股价回调时它不破紫色飘带，那这是不是会更好？这种更确认。所以你知道区间上这里有可能是中期的底部区间，但为了提升我们整体的判定的胜率所以最好还是以右侧为主。所以当下它又是突破了飘带，所以这里呢是我们左侧好像感觉这也是底部了，但右侧还不行，因为它还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股价回踩黄飘带有支撑，开始有点变化因为黄飘带不应该有支撑的，它有支撑了，就有机会这里会转紫飘带，而后给我们一个中期的买点。所以当下关注这个博通是否会转紫飘带，目前好的现象是飘带有支撑了，所以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强支撑。一个呢是龙门线 325.76， 另外一个是游龙伏虎330和333这个呢作为一个区间。如果每次回来都能够撑得住，而后有启动阳线，可以做短线看涨，转紫带之后再回踩再买，可以作为趋势波段看涨买点所以当下可以等一个仿包，然后确认短线止跌，可以继续看涨。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做中线的你可以去比较好关注了。当然你要注意的是不要出现下跌破位这样的话呢就把支撑转压力，那么后面 295.3 大概率就会被破了。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的话也算是碰了龙门线出现了反弹，是吧？龙门线附近或者说龙门线修复一半出现蓝 K 仿包看反弹，反弹时它上方的飘带是黄飘带，就只能说看个反弹了像前期这种地方是吧？下跌黄飘带只能看反弹，下跌黄飘带只能看反弹当你发现下跌出现的是反弹转为紫飘带，那么这种位置是不是找回调的买入机会？好，现在股价反弹黄飘带，所以我们就看一个反弹，它的空间一个是缺口，一个是飘带下沿，飘带下沿是 227.634， 目前没有碰到，但是缺口的上方它是 218.58， 这个地方还没过，所以比较弱这个地方它得要收阳线过缺口的压力才开始被缓解，不然的话这里压力还比较大的，因为碰一下就下来这里就不太好。所以短线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还是减仓。
而后我们再看到 HOD 黄飘带龙门线之下，最近有超跌反弹啊，但是依旧只是反弹，飘在下沿 91.203， 整体是空方趋势。就它不是每一次都一定会碰到黄飘带，它只是说你要注意了，这个黄飘带时以反弹看待会更好，下跌趋势。但它究竟是反弹到飘带的下沿就自涨就是风险，还是说它弹不到飘带就直接下跌，还是说它能过飘带再下跌，这个我们是需要去跟踪的啊。所以只要是飘带附近你就要小心啊。所以当下 HOD 啊还是看下跌啊，趋势呢比较强劲的下跌。下一只个股是 APP 的话，是不是也是反弹到飘带出现十日星后下跌，是不是构成了一个风险？昨天的盘前广播我们也有讲过啊，就是黄飘带附近十日星如果再收跌，基本上啊你就要走了，要跑了啊。这整体来讲，虽然缺口回补了很强啊，但是这个地方它其实这个缺口大概率今天也会被补掉啊。如果这个缺口能不补就好一些，因为这是一个导型缺口啊，这个缺口它不补就会好一点。但是遇到飘带啊，既然收跌了就要走，走完之后再看会不会有支撑啊，前低支撑啊再去说啊。目前飘带的一个地方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它跟龙门线是共振的啊，所以 APP 目前上方的压力一个是476-584啊，还有一个是545啊475啊，这两个强压力区。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半导体3倍做多整体是一个上停结构。前期这个地方的低点出现了一个反包阳线，是吧？突破作为买点啊。我们说这个飘带地方也作为绝处逢生买点，买了之后呢，你要看涨，这个看涨必须要去左高，就如果上到这里左高不过收阴线，那么这里小心它要转下跌趋势。昨天呢是一个长下影线，那么这里会不会是个吊颈线呢？要注意了。就价格走势上涨时所出现的长下影线，这种地方就是吊颈线，吊颈线后转跌，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风险点。所以股价反弹又是左侧高点附近又来一根吊颈线，如果这里再收跌啊，这里就小心啊，风险会比较大。吊颈线后如果把飘带给跌破了，反抽压力，那么这里是不是风险的一种走势比较大的一种走势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要么你如果相对做短线的收阴就要跑了，如果做波段股价回调看飘带支撑不破还能拿，破了也要走。飘带是 62.307 还有 60.241。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奢口的话呢，它是一个下跌后白 K 反弹，然后是不是也是出现了顶分型飘带附近压力？所以很多股票在现在有一个比指数提前见到顶分型风险的点，所以当前走势呢，它是不是还是一个持续的下跌走势啊？所以只要它保持一个黄色飘带，那么整体向下是吧？这种情况下要反转是比较难的，就这种地方的反弹基本上都是反弹，都是反弹，直到突破回踩不破飘带才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做多机会。但如果做多的时候左高还是很难过，还是压力，这就很难构成上升趋势。一旦再跌破再反弹又黄飘带，是吧？市场趋势就变得不好了啊。后续它如果要再反转调干嘛呢？上来回踩不破，你会发现当时这里又破了，是吧？整体构成一个区间又跌破又反抽又加速，所以下跌趋势一旦形成不太容易被反转。目前就是还是下跌趋势，价格走势反弹有压力，那么就做一波反弹就可以了。价格走势下沿是 62.119。 而我们再看到 Meta 阿珍呢今天又加回去了。曾经 Meta 我们做过一次超跌反弹龙门线附近呢是不是就要进行减仓或者说止盈了？那这个地方又来一个超跌反弹好，是不是又是龙门线附近突破回来？好，所以龙门线呢一直还是没有被有效突破的。所谓的没有有效突破，一个是压力，就是碰到就下来，这种是空间上的没有有效突破；另外一个是时间，股价上去连2天都站不稳，就1天2天这个高点都无法突破，这种就是一个风险。好，股价回调到我们的一个飘带附近，然后走出蓝 K 反包，所以这个地方作为短线来讲是可以看涨的。看涨之后，最近这个动作可以作为2次回踩，所以这里我们依旧等一根阳线，你可以去加仓。就这里看涨，这里如果回踩不破蓝 K 低点，再止跌阳看涨加仓，离龙门线比较近，有机会去站稳龙门线，去突破龙门线，去尝试突破所以对于趋势来讲，这里可以看因为它其实走到目前为止这个结构还可以走了一个这种类似于颈线位破了之后回踩的动作所以这里如果能站回龙门线，那么有机会是个反转，但是要注意了，蓝 K 不要破
啊，如果这一次买进蓝 K 作为防守，如果破了蓝 K 反抽后面转黄色带，是吧？风险就还是比较大。所以整体看到一只股票，快速分析它的趋势走势，怎么有利于你做多，怎么有利于你做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蓝 K 的下沿是646.5，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OKO， 它产生的是龙门线附近，但是没有产生有效的一个反转态势。所以我们说这个反转不太容易随便形成。它之前这里下跌反弹黄色飘带是吧，一直都黄色飘带，好，直到黄色飘带呢转为紫飘带了，好，这个时候出现了下跌，但这个下跌它不是一个回踩。如果当时这里是回踩有效往上破颈线位，那么价格后续就走趋势了，但它这里没有，它走出了一个回踩太深了，直接破了，而且有个反抽转黄飘带加速下跌，所以整体还是空方占优。这里反抽又转黄飘带，这里反抽又出现强势下跌快速滞涨，那么这里是不是还是大级别上还是维持下跌？所以它这个反转到这里就没有成功，所以得要在这龙门线附近产生快速的反抽转紫飘带，我们才去看涨，不然的话呢，它没有那么容易反转。所以中长线空间有机会没错，但是中短线趋势要配合所以当下的压力 77.145 做多的话到这个地方。做多的话到这个地方就不太合适了，它得要走出明确的反向，我们才能够去考虑后续的回踩机会。我们再看到 PLTR 一样的空方飘带一看龙门线一看，基本上空方趋势只能做反弹目前也是走出弱顶分整体来讲飘带压力 149.217所以不太好整体做多肯定不优先考虑这种股票，我们不太好去把太多多头仓位买到这种点位附近，它是一种低概率做多点。我们来看到 Coin 也是一样，一眼过去长时间的黄色飘带，每次反弹都只是反弹，每次上涨都只是反弹，包括这一次呢更弱因为这一次呢市场已经反弹一段时间，它还是白玉 K 线，所以通过这一点判定启动慢，那么股价走弱，基本上资金上不太青睐，这种股票千万不要随便做多。而后我们再看到扩位的话还行，它的一个调整力度比阿哲想象中的要弱一点点，飘带呢还是有支撑的，但飘带在走窄所以这里我们上期讲到要高抛，那么现在这种滞涨动作呢可以作为高抛点，它是一个晕线结构晕线结构上沿有压力，下沿有支撑，目前在这里面波动，我们如果收一根阳线突破，可以看下一波日内的短线多头看到龙门线附近再作为压力出去减仓，而如果跌破呢基本上就看风险了，因为飘带如果跌破基本上转黄带，后续反弹大概率走的是一个下跌走势，所以这里要么不破晕线底飘带呢转黄带也要向上才行所以这个地方最好晕线上破再去看短线多头。我们再来看到下只股票是美光整体还是不错的呀，它又是来到了一个价格回调而后蓝色 K 线突破，所以这里呢美光作为一个买点跟之前一样，股价回调蓝 K 突破作为买点，回调蓝 K 突破作为买点，现在也是股价呢回调蓝 K 突破作为买点，但跟谷歌的看法一样因为它已经在龙门线上远离太久，而后没有一次调过龙门线一半当时这里呢算是一次吧所以也还行比谷歌呢好一点点，但也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有那么一点点小五浪的动作所以股价这一波上涨如果不能新高，或者说新高之后快速的掉要小心它可能又要来一次至少一半以上的修复所以目前只能说短线看多，然后左高附近压力看一下能不能过，如果快速强劲过，而后我们可以继续的看趋势，如果连左高都不过，快速有滞涨，那么小心它可能要进行一波中期以上调整的预备。然后看到这一个蓝 K 作为本次的防守位，低点是 366.06当然这种是趋势防守位，如果你是相对偏短线的话，一般左高附近滞涨就小心了。看到下只股票是 MP 有点不太好的是，它虽然也是一个反转的空间结构，就是也在龙门线附近产生了飘带和龙门线靠近但是最近反转的一个概率或者成功率低很多这一波回调又把这个飘带给跌破了跌破之后呢，它的反弹有压力了，反弹有压力，回调反弹有压力，这里如果往下走它是有可能会走加速下跌的所以 MP 呢走到这里要减仓，就之前如果做中期以上布局的走到这里要减仓了，因为它跌破飘带反抽压力，跌破龙门线反抽又有压力所以又是一个强势，又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下跌阴线所以这个地方要预防它走一波加速的下跌
做空的人可以去看一下，有机会是一波短线加速下跌做多的人呢，这里要减仓因为它的黄带出现了，反抽有压力，这里如果破了，基本上就有很大概率是加速下跌做空的话可以关注这个地方的跌破基本上短线加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做多的话呢，你要注意就这里不能破而后价格走势它得要把前面这个震荡呢往上突破，是吧？这样子才能够继续去看涨所以 MP 关注一下龙门线60.7114，然后这个低点是56.05。以上就是2月1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